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来到我们的 DC 手牌投稿解析的第6集，我们直接进入投稿玩家的第一个手牌问题。这位玩家的名字叫阿伟啊，他问的是一个他在9人桌的一个大盲位的情况，他的筹码量非常的多。有158000，盲注是200、400，并没有大盲前注，所以我在猜这是一个常规桌。那筹码深度非常的深哦，大约有超过400个大盲左右。然后他的对手呢也有接近400个大盲。什么样的状况呢？200、400啊，在这个9人桌呢 ，UTG 的玩家加注到1600，CO 位的玩家跟注，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这个时候他在大盲位，他拿到了1对10，选择了3次下注到15000。UTG 的玩家跟注 ，CO 位的玩家弃牌 ，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3人底池。翻牌10J2 2张黑桃，它是10带有黑桃10，它很好，它中了一个3条，它中了一个 set， 它选择了下注2万。UTG 的玩家弃牌 ，bottom 位的玩家加注到6万5啊 ，bottom 位的玩家筹码量有147000啊，翻牌前大约有147000，所以大约是350个大盲左右。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位玩家中3条10，下注2万，被加注到6万5之后，他选择了 all in， 然后 bottom 位的玩家跟注，转牌是一张黑桃 K。合牌是黑桃3啊，就是开了4张黑桃了。bottom 位的玩家呢是8、9黑桃，就翻牌双头顺带同花听牌。好，我看到这手牌的时候，其实心中有非常多的疑问啊，然后他也非常多的疑问。我们先看他问什么？他问在翻牌是高频率的跟注，低频率的全下吗？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说用跟的，那转牌开花面，对方在 SPR 筹码底池比接近1的情况下 all in 的话，它的10带有一个阻挡牌，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抓机的手牌呢？第三个问题是，因为 UTG 是很松的玩家，加上 bottom 位的玩家，他说呢，这个 bottom 位的玩家是 any two card， 任何2张牌都会跟注，所以他一开始呢3次下注的尺寸才会选择这么大。他问说，长期来说会是正确的打法吗？他的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他选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3次下注的尺寸？好，看完他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先来讲这个整个牌局的过程。我认为在大部分的常规桌，尤其在深筹码的情况下呢，预设翻牌前的加注尺寸呢，可能会是一个3个大盲上下。但是在这个真实世界呢，很多玩家他拿到一些手牌的时候，他很常的会直觉透过一个大的加注来让这个他不希望太多玩家跟一些很奇怪的牌嘛。所以我觉得在现场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见的。事实上，他在 UTG 加了4个大盲然后还是被跟住了2家 CO 位跟 bottom 位。我是不知道什么太多的资讯但是以一个预设策略来说，其实 CO 位跟 bottom 位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相对宽的跟注范围，尤其是在这种超过400个大盲深度的常规桌，有位置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我觉得它的可以跟注的范围呢，会比任何的预设范围都还要来得宽。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当我们今天筹码量越多的时候呢，盈利我们讲位置的优势会放大最大的呢，就是 bottom 位，因为筹码深度越深，它的优势就越大。所以我觉得 CO 位可以就是视为是除了 bottom 位第2个盈利最高的位置。这2位跟注的范围会相当的宽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然后他也认为 bottom 位的范围很宽OK。问题就在于说，你要想到 UTG 玩家加注4个大盲，它绝对不会是一个很宽的范围。我们在大盲位的话，我认为在这边选择挤压的手牌电脑一定会建议第一个，如果是手对的话，那我很明确的知道10可能相对边缘，但我觉得10以上的对子应该都会是一个高频率的加注。我觉得10稍微边缘，但我蛮确定99跟99以下的手对应该都只有跟注对上 UTG， 所以我觉得10应该是一个分界点，拿来3次下注当然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3次下注的手牌，除了手对之外，我觉得最明确的可能会是 Ace King AK 不同花 AQ 不同花之类的手牌。那当然在这种深筹码的情况下呢，我们尽量会选择同花的手牌比较多，譬如说 KQ 同花 KJ 同花 A10 同花。
甚至是一些同花的连牌跟同花 A。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深筹码的情况下呢，很容易会进行到一个翻牌后啊，假设你3次下注，在深筹码的情况下，还是有玩家可能会跟注，所以翻牌之后的可玩性跟你希望你有更高的赢率的时候，这个时候同花牌的帮助啊是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先稍微形容一下我们在大盲位的一个3次下注手牌的范围组合。至于加注的尺寸的话，这边选择了什么？15000，15000是什么概念？接近40个大盲，4个大盲跟注，它加到40个大盲，我觉得有点太夸张。我觉得这边加注到8000，甚至是1万，我觉得最多8000到1万。就是20到25个大盲，我觉得是最多。当然，这手牌以结果论来说啊，它加注到快要40个大盲，对方还会拿8、9同花跟注。所以你问我时加注到40个大盲是不是一个好事啊？如果对方会拿这么烂的牌跟注的话，那我觉得当然你就不用问我了嘛，因为你事实上这手牌你打的就是赢到更多的筹码。但是我是以一个预设的立场来说呢，我觉得40个大盲不是一个预设的加注尺寸，但我觉得因为你知道它会跟很宽的范围，做出了这个调整，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很看玩家的习性跟你得到的资讯，所以我觉得加注尺寸我不建议，但是对于现场的玩家，你有资讯，那我觉得 OK。然后呢，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翻牌是不是高频率跟注，低频率全下？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翻牌，你的持续下注当然没有问题。对手加注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高频率的加注，低频率的跟注啊，尤其是你这个手牌。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对手加注的范围，如果说是炸胡的话，我觉得最明确，比如说 KQ 同花，比如说任何2张这个同花听牌，尤其是带有顺子听牌的，比如说 AQ、KQ 黑桃，我觉得算符合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对手的听牌，他都自认为有高牌有同花牌的时候，其实在这个翻牌的all in，基本上他都会跟注，这是非常的好。那假设这个玩家翻牌前慢打，比如说 QQ 以上的手对，那当然我们希望在翻牌投入越多筹码越好嘛，对不对？假设对手是一个打得比较保守，翻牌前平跟这些大的手对的话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翻牌投入所有的筹码。假设对手是翻牌的顶对啊，比如说 J 的顶对，比如说 AJ 跟 KJ， 他会跟你加注跟你打完，那也是非常好的状况嘛。所以我觉得遇上我刚刚讲的那些范围，在翻牌基本上我们能够投入全部的筹码，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会是高频率的加注，低频率的跟注。那为什么低频率的跟注？因为我们第一中3条是非常强的手牌，我们不用担心转牌跟合牌，就算转牌开黑桃，我们都不用太担心。第一个就是我们中set有很多到合牌大概有20%左右的几率可以击中叠牌，再加上我们还有一张黑桃10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手牌。所以当下的这手牌应该会是低频率的跟注，高频率的 all in 再加注的意思。他说，假设我们用跟注转牌开黑桃的话，对方 all in 轻松跟注我们要知道的是对方会有通花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对方还是会有 QQ 以上的对子，他觉得他已经套10了，对不对？他如果今天拿一对 Q 一对 K 一对 A 加注到6万，转牌不管是不是开黑桃，他手上有一张黑桃的这个大对子都会 all in。然后我甚至觉得，比如说 AJ， 假设玩家真的拿 AJ 之类的手牌，我觉得他也可能对不对？我顶对我套10了，就算开黑桃我也没办法。所以转牌不管是不是开黑桃，已经加注的情况下，我认为都是一个轻松但对方有可能不是投机就是对方是顶对或是大对子，所以在转牌也是一个轻松的跟注如果翻牌跟注，转牌被 all in 的话轻松跟注，不管是不是开黑桃都是轻松跟注。第3个问题，他说对，他问我加注的尺寸，那我觉得加注尺寸呢，就是预设来讲我不会加注这么大，但是你有的资讯你知道加注很大，他会支付你，非常好就像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这位玩家呢，其实是打得很好，那我们也回复了他所有的疑问。以上就是今天的 DC 手牌投稿解析的内容。如果你有任何扑克相关的问题想问我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那我们再制作成影片回复给大家。我是小 P，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大家拜拜。